大家好，我是文艺。在美国2周的参访过程中，我们参与了许多不同的活动，其中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有4个部分：户外教育、食农教育、艺术与 SEL 结合，以及课后照顾班。首先是户外教育，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学习，不仅提升了思考与判断能力，也培养对生态的尊重与环境意识。我们还实际利用草木动手搭建户外学校，并分享彼此的理念。虽然台湾也有许多户外课程，但这次让我看到更深入以自然为核心的学习方式，让我受到很大的启发。第二是食农教育，他们将种植、烹饪与饮食教育结合，让学生了解食物从土地到餐桌的过程，提升食物素养与健康意识。这让我想到日本的食农教育，也让我反思台湾城市学校中学生对土地与食材的连结能相当薄弱，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三是艺术与 SEL 的结合，我们透过拓印课程用艺术创作表达情绪，过程中不只提升美感，也帮助学生认识与表达自己。这堂课让我思考如何在教学中自然融入 SEL， 让艺术不只是技巧训练，更是自我成长的媒介。最后是课后照顾班，其中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活动是电影欣赏，学生不仅观看电影，还能实际体验影片中的食物，透过五感学习延伸入室情境，让课后活动变得更丰富有趣，也更有教育的意义。这是个面向让我重新思考教育可以有更多元而深刻的方式，也带给我许多实务上的灵感。Hello， 大家好，我是君怡。接下来我要跟大家介绍我们在洪宝郡参访的学校以及它的特色。首先第一间是 Union Street Charter School， 它是一所特许学校，主要招收的学生是幼稚园到小学5年级的学生。这间学校呢有几个特别的地方。第一是教室采用天然采光的设计，天花板上有透明的玻璃，白天几乎都不会开灯。其实对台湾人来说，我们会觉得教室可能还蛮暗的，但当地学生反而他们都很习惯。接着教室里有一个舒适的小角落，它可以让学生在心情不好或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一个可以安静休息与调整心情的地方。最后学校会教授跟鲑鱼相关的知识，从鱼苗阶段到成鱼阶段，学生不仅仅可以学到理论，还可以从教育厅领取鱼苗，亲自饲养，透过实作了解生命历程与自然知识。接下来呢，我要来介绍我们在洪宝郡所参访的第2以及第3间学校，分别是 Cotton School 和 Ridgewood School。那这样的学校呢，他们分别是彼此衔接的姐妹校，分别招收3到6年级以及学前班到2年级的学生。那在这2间学校呢，我们都有观察到一个共同点，就是老师们他们擅长运用音乐与节奏进行班级的经营，像是用押韵的口诀引导学生注意力，或带着全班的学生一起唱跳学习字母的发音。那教学气氛十分的热络。此外，学生也很习惯使用小板板与拼读的工具，那他们可以迅速的完成任务，并且完成老师所指派的活动，展现出非常良好的学习习惯与活动转换的能力。整体来说，我觉得这2间学校带给我们的是相当有活力而且温暖友善的影响。接下来呢是 Glenpool， 这是一所专门服务重度障碍学生的特殊教育学校，校内有3至22岁的学生，校园里樱花盛开，绿意盎然，而老师们对于学生充满爱心与耐心，不仅善于解读孩子的表情与动作，也运用唱歌、实作与辅具引导学生步步的学习与表达。Alice Barney 是一所推行双语教育的学校，课堂中常见英语与西班牙语交替进行，学生们非常的热情，充满活力，和台湾的孩子一样亲切又好奇，让我们有一种回到台湾的感觉。参访结束的时候，老师们还以热情的舞蹈送别我们，整体的气氛非常暖接感。接下来介绍的学校呢是 Trinidad School， 它是一所临海且充满童趣的小学，有恐龙迎宾、猫咪吉祥物，墙上还有学生合照的 Kind 字模。整体环境融合艺术与创意，师生互动温暖，是一个充满大家好，我是婉萱。接下来我要介绍3所各具特色的特许学校。首先是位于 Arcata 的 Trillium Charter School， 这是一所极小型的公立特许学校，仅有2个混龄班级，校舍空间非常紧凑，2间教室加上中间的连接空间就是主要的学习场域。为了善用有限资源，学校甚至利用高墙上的绳子来收纳球类用品，非常有巧思。
这里的老师会依据学生需求不断更换教学活动，大约10分钟就转换一次，并搭配不同图示辅助学习。孩子们常直接趴在地上讨论、写字，专注又自在。Trillium 展现出即使资源有限，只要教学设计用心，依然能带给学生多元快乐的学习体验。接着来到 Redwood Preparatory Charter School， 这所学校提供 K 到8年级课程，校园整洁宽敞，设备新颖。Redwood Prep 的运动风气很浓厚，从走廊墙面满满的球队照片就能看出来。教室外的长椅也有学生亲手彩绘，展现对校园的用心。不同年级的教室设计各有风格且富有弹性，学校更设置了独立的 STEAM 教室，学生1年级挑战不同任务，例如制作 3D 花朵模型或搭建木棍桥，发挥创造力与实作能力。最后是 Redwood Coast Montessori， 学校提供 K 到12年级课程，融合蒙特梭利与专案式学习，强调学生自主探索的能力。学校分为2个校区， Manila 校区服务 K 到6年级， Arcata 校区则为8到12年级。这里的课程没有固定课表，学生能自行安排学习顺序，展现高度的自主性。因为临近海岸，校园也设有海啸避难演练机制。我们当天实际随校长走了一次避难路线，体会到这里的学生在灾害教育中培养冷静与行动力。这3所学校各自呈现了不同的教育理念，却都致力于让孩子快乐学习、勇于探索，也让我们看见了教育的多元样貌。大家好，我是敏婷，由我来介绍这次到美国见习，我们到各校进行不同年级的文化交流。我们准备了3种与过年相关的课程，有写春联、剪纸，还有跋杯体验。首先，课程会从介绍台湾的位置、农历新年的习俗开始。Somewhere probably here. Okay, so we took about 11-hour flight from here all the way to here. Okay. 接着，我们分成3组进行课程。珍珍跟子涵从贴春联的习俗开始介绍，并教学生如何拿毛笔写春联。On the window or the doors. Or we also get the longer pairs like this to pass on the door. Which is the longer one, and then the vertical one down here, and then another one but shortened. The short one. Alright. 俊逸跟文艺也是介绍春联，带路的是剪纸文化体验。Here is our kind of market, traditional market, and we will buy a lot of food. 最后是敏婷及婉萱，从台湾人过年到庙宇拜拜祈求的习惯，介绍特殊的跋杯文化。课程的最后，我们会发红包给美国的学生，让他们体验台湾过年领压岁钱的习俗。So everyone follow me. So you put your hands like this, the fist, and rub it. Yeah, and then you say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Very good. Very good. 大家好，我是珍珍。在美国见习的2周以来呢，我们不仅参访了当地的小学，也有机会入住到当地的寄宿家庭中，深入的去体验美国当地的生活。整体下来，我觉得文化差异上呢，大致可以分成3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分别是生活文化、饮食文化以及语言上的挑战。首先，在生活文化方面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洪堡郡当地的气候。那在我们造访的时候呢，气温大概是落在摄氏6到10度左右，再加上因为会下雨的关系，所以整体的体感温度来得再更低一点。那也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当地家家户户呢，不管是学校、住宅或者是公众场所，都一定会装设室内的供暖系统，或是烧柴火的壁炉，让整体的室内环境再更适合人居住跟学习。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文化差异是，就算当地的雨下得再大，当地的人都几乎不撑伞，所以当我们拿出我们习以为常的折叠伞出来遮雨的时候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
再来是饮食文化，我们发现当地人受到墨西哥文化的影响很深，像是 taco 几乎是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餐点。我们到每间学校参访的时候，校方所提供的营养午餐也几乎都是 taco， 所以参访到后来，我们看到 taco 都会害怕。另外呢，他们的饮食习惯也偏好吃冷食，不太喝汤，所以对于我们习惯喝汤的人来说呢，其实是蛮不习惯的。不过有趣的是呢，我们也有带台湾的泡面和寄宿家庭的妈妈一起分享，她一吃就爱上了，也觉得很新奇很好吃，这也让我们超有成就感的。最后是语言上的挑战，虽然说我们的英语都有一定的程度，但要长时间用英语去和当地人聊天、沟通、交流，真的会比一般使用中文还要更花脑力跟专注力。所以每天回到家里，那个疲惫感是平常在台湾很难体会到的，就是那种脑袋过度运转的感觉。虽然这段见习的旅程遇到不少的文化差异，但也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实际体验，我们才能更加慢慢的去融入并了解当地人的生活模式。这趟经历不仅拓展了我们的视野，也让我们学习到如何尊重及欣赏不同的文化。大家好，我是子涵。在这趟旅程中，我们也看见原住民文化教育在洪堡郡当地的生根成果。像是在教育厅的研习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写教案并不像台湾是议题融入课程式的教案而已，而是一整个学期有系统的课程规划，里面结合了绘本、影片、歌曲等等的素材，完整又很用心，让我们感到非常的佩服。我们也参与了1年1度的碧潭文化节，我们看到了原住民传统的舞蹈、部落的服饰、图腾的饰品等等，还有竹编的婴儿篮，都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他们在原住民文化推广上面的用心，是很值得我们台湾在这部分学习以及努力的地方。最后，非常感谢洪堡郡当地的老师以及伙伴的热情款待，谢谢你们让我们看见教育的多元以及多样性，我们真的收获满满，满载而归。我爱你哟。